上星期做了一集3000万要存多久的影片，主要是想探讨复利的威力，还有基金费用率对总资产的影响。网友的回复很热烈，有一些问题跟建议都很棒，所以我想针对这些问题做个回应，并且把试算表稍微微调一下。在开始之前，有些网友会想要使用这个试算表，所以会透过 Google 跟我要求存取权或是编辑权。其实你只需要到档案这边，然后按下建立副本，就可以自由编辑这个档案了。网友的问题主要可以分为3类。第一个是有网友提到，在工作一段时间之后，一定会有一些积蓄，不会从零开始，所以能不能加上一些本金，再跟每个月定期定额的金额去做复利？这个建议非常好，所以我们要加上本金这个栏位。很多人到了45或者55岁之后，都会有一些存款，甚至有些人35岁可能就有几百万了。如果把这些存款一并算入总资产的累积，那么累积的速度一定会更加速许多。具体的做法要怎么做呢？我们可以在这里加一个栏位，然后命名为初始本金，然后在总资产这边把初始本金的复利效应加进来。你可以看到前半段是每个月定期定额所产生的复利效应，后半段就是由本金产生的。这里同样需要3个参数，分别是利率、期数还有现值。跟刚刚提到的每个月定期定额不同，我们这里不需要支付金额，而是用现值来代替。其中利率就是我们的每年年化报酬率，期数就是时间。这里就不需要像每个月存款一样，要把利率除以12，再把期数乘以12，用月来计算。我们可以直接用年来计算即可。这里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刚刚提到的，初始本金不是放在支付金额里面，而是要放在现值里面，所以支付金额要设为0，而现值就是初始本金的负号，所以我们要把支付金额的位置放0，然后把初始本金的 B2 放到现值里面，记得加一个负号。这么一来，总资产就会是两者的相加，分别是每个月定期定额造成的资产累积，还有初始本金造成的复利效应。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。你可以看到，在设立了初始本金之后，总资产也会因此而增加不少。碰到第二个问题是通货膨胀，很多网友都会说，30年、40年、50年以后的3000万早就没有了现在3000万的价值了。没有错，我在之前的影片也提到，必须要考虑通货膨胀的效应。但是具体来说，要如何考虑呢？我们可以加入一列，在上面插入一列之后，这边写预计的通货膨胀率。我们可以设定1%、2%或是3%。我个人认为比较恰当的预估值应该是2% 左右。如果你对未来比较悲观，可以设定3%或甚至更高，或者你觉得1%或是1.5% 比较适合也是可以的。你可以看看不同的通货膨胀率对资产造成的伤害是有多大。设定完通货膨胀率之后，我们就要进一步来修改总资产的公式。在实务上考虑通货膨胀的方式，就是把年化报酬率减去通货膨胀。我们之前用的每年报酬率指的是名目报酬，也就是没有考虑通货膨胀的状况。在减去了通货膨胀之后，就可以得到实际的报酬率。我们来看看实际怎么做。在总资产这边，要记得我们已经有2个效应，一个是每个月定期定额造成的资产累积，另外一个则是初始本金造成的累积，所以两边都要同时做处理。具体的做法是在利率这边，记得把它减去通货膨胀率。通货膨胀率我们这边设定的是 B1， 那记得要把它两边都加上前字号。初始本金造成的效应也是一样，在
通货膨胀率的地方要减去 B1， 然后把它复制到下面的栏位里面去就可以了。我们把通货膨胀率考虑进去之后，你会发现总资产的减损非常的大。这代表如果把通货膨胀考虑进去的话，你每个月要存的金额会变得很多，才有可能会达到3000万元。这代表如果把通货膨胀考虑进去的话，你每个月要存的金额将会变得很大。不过这就是现实。我还记得小时候吃过5元的菠萝面包，现在相同的面包至少是25元起跳。小时候的牛肉面一碗可能只要50-60元，现在至少要150到200元才吃得到牛肉面了。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就是通货膨胀所造成的。最后一个问题比较复杂，我把它统称为试算表无法解决的问题。例如，有人觉得明天跟意外不知道哪一个会先到，现在去考虑那么久远的事情其实没有什么意义。也有人说，算来算去都只想到钱，有钱没有健康，到最后什么都不是。还有人说，每个月要存几万元一点都不实际，这辈子大概永远都无法存到足够的退休金了。也有人认为必须要考虑波动性，最好还要加入不同资产之间的相关系数、跟报酬率，还有贝塔值等等。其实一个简单的试算表无法解决这么多的问题，而众多状况的背后也绝对不是单一一个因素所造成的。我做那期影片的目的，其实只是想强调 1% 的费用率造成的伤害远比你想象的要来强大。现在我们用通货膨胀率把它设定为 1% 或 2%， 造成的伤害其实是一样的。如果你有在投资的话，千万要记得避开那些高费用率的基金或者是 ETF。今天利用短短几分钟的影片，跟大家介绍如何把本金考虑进资产累积里面，也顺便介绍了通货膨胀率对资产累积的影响以及实际的做法，希望对你有所帮助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分享给更多的人。我们下支影片见。